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。早上我正拎着菜，热热的液体从下身涌了出来，羊水破了，我全身颤抖起来，伸手抚着孕肚，央求起旁边的三轮车师傅：“求求你送我去医院，我快生了。”他扶着我颤颤巍巍上了车，然后往医院疾驶而去。冰冷的寒风刮在我脸上，像刀片一样。我抚摸着孕肚，双手颤抖。我又活过来了。前世的我和女儿死在了月子里，那是我经历过的最凄惨痛苦的一个月。当时我生产后无法动弹，婆婆和小姑子用冷水白饭打发我，他们藏起了我的手机，焊死了窗户和房门，让我无法与外界联系。事实上，也没办法联系。我们小区即将拆迁，整栋楼根本没剩几户人家了。熬了半个月后，我奶水极少了，孩子饿得哇哇直哭。我哭喊着哀求他们，求他们给我手机，或者帮我买奶粉。可是门外的两人一声也没吭。我用勺子用力捣着碗里剩的白饭，然后和着冷水喂给孩子。那时唯一的念头就是杀了他们，但是我根本没能力做到。几天后的夜里，我因伤口感染发起了高烧，怀里的孩子有气无力地吸吮着，但我已经无法分泌一滴奶水了。他已经没有哭的力气，干瘪的小嘴张开着，再然后他的眼皮耷拉了下来。我惊慌地抱紧他，用力地撞着房门。屋外明明还开着电视，他们根本不理会我。怀里的孩子一动不动了，他没了呼吸，全身变得冰凉。我崩溃起来，我要杀了他们，哪怕变成厉鬼，也要杀了他们。我用头撞着房门，鲜血从额头喷涌而出，模糊了我的视线。我的头越来越沉，怀里的孩子越来越重。我忽然想起与老公的约定，他说等到月圆之时，他就会回家了。可惜我再也等不到了。在我的意识消失之前，我听见了婆婆的声音：“里面没声了，是死了吧？小姑子，大哥回来怎么办？”婆婆到时就说她产后抑郁，把自己锁在屋里，先饿死了孩子又自杀。到时拆迁房可得给我，那算什么？主要是省了一桩祸事。妹子，你还好吧？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妹子，你还清醒着吧？我猛地惊醒过来，看着前面的三轮车师傅，我没事，快到医院了吗？他松了一口气，下个路口就是了。妹子，你快给家里人打个电话吧，生孩子身边不能没人。我家没人，我老公是一名维和部队的军人，此时正在国外战乱地区参与撤侨行动，那地方信号受阻，很难打通。我是孤儿并且远嫁，本是没有任何可依靠的亲戚朋友，而害死我的婆婆一家马上就要到世了，情况很危急。到了医院后，我陷入了一阵比一阵剧烈的阵痛。医生让我联系家人时，我颤抖地说：“没有家人。”我自己签字，我要求剖腹产。前世的时候，因为胎儿头部较大，医生建议剖腹产，但是急匆匆赶来医院的婆婆坚决反对，剖腹产生的小孩不聪明。医生，我们商量好了，顺产。于是我经历了整整12个小时的阵痛，到了最后，侧切了伤口，仍是生不出来。我力气用尽了，开始有一阵没一阵的昏厥，医生这才紧急实施了剖腹产，才保得母子平安。这也是月子里我无法动弹的原因。2处伤口，气血耗尽，加上营养不良，整个人如同飘在云雾里。这一次，医生确认了好几次后，让我在手术单上签了字。他们将我送进产房时，我长长的松了一口气。麻醉气体进入鼻腔的那一刻，我最后一个念头是：我要活下来，我要亲眼看着婆婆一家子死，
剖腹产很成功，我生了一个7斤重的女孩。我清醒过来时，她就躺在我右侧的小床里，红彤彤的小脸，眼皮有点肿肿的。这是我女儿，是我那可怜的在月子里就饿死的女儿。她回来了。我颤抖地伸出手，想去抚摸她的小脸，可是距离有些远，怎么也够不到。正在着急之余，病床的门砰的一声开了，一个干瘦矮小的老太婆拿着塑料袋走了进来。我心中警铃大作，一阵恶心的感觉泛了上来。这就是我那个恶毒的婆婆。她的嘴唇抿得很紧，眼皮耷拉着，嫌恶地看了我一眼，将手里的东西甩到了床上。喏，医生说敷肚子的。我木然地接过，拆了包装敷上来。热热的暖流瞬间弥漫在我的腹部，麻木且隐隐疼痛的伤口似乎舒服了许多。婆婆走到桌前，给自己倒了一杯水，一口气喝了半杯。我老家还忙得很，你们非要我过来，那些地还种不种了？我垂下眼眸，强忍着恶心。要不你先回去。她愣了一下，有毛病啊？既然农活忙不过来，就回去吧。我给你订机票。我定定地看着她。婆婆皱眉，算了，小丹也跟我过来了，等你月子做完再说吧，都是欠你们的债。我心中冷笑，他们怎么可能轻易走呢？他们前世逼死我。除了那套拆迁房，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婆婆口中的那桩祸事。我一定要找出真相。此后的整整2天，我被迫与毒蛇共处一室。婆婆一直在医院守我，她很敷衍，时常都是在医生护士的催促下才照顾一下孩子。好在这里是医院，她不会露出太多的马脚。在被迫与她共处的几天里，我不再相信她，并丝毫不顾她的颜面。我找了借口不吃她带来的毫无营养的汤水，3餐都是外卖。我央求护士帮孩子换纸尿裤、兑奶粉，并且在他们的帮助下寻到了一个专职月嫂。为此，婆婆大怒：“你是不是钱多烧得慌？请个月嫂8000块呀，这钱你还不如给我。”我看向她：“月嫂专业，省得你辛苦。你说的都是屁话，多个人还跟着我们回家。”她去了。我们住哪儿啊？我说，确实不太住得下，我也不需要人照顾了。要不你们这一次……她不等我说完，我和小丹是专门来照顾你的，让我们回老家这话你就不要再说了。那你们住宾馆？按理说，我这么冷漠的态度，她肯定会勃然大怒，拂袖而去。可是她竟然说：“算了，让月嫂住客厅吧，我们还是住小卧室。”好家伙，为了杀人也不嫌挤了。月嫂姓吴，是个50多岁的利落阿姨。她说自己已经带过几十个新生宝宝了。趁着那对母女不在，我专门给她发了个大红包，说了一下我家的情况，意思就是让她凡事亲力亲为，任何事情都不要指望和相信婆婆和小姑。吴阿姨一脸疑惑，但仍是答应了。你是雇主，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。我将一切安排得尽量妥帖，但是内心仍然是不安的。只要闭上眼睛，我就能回想起上一世的惨状。就是睡着了，我都会忽然惊醒，然后去摸摸身边的女儿，生怕她忽然断了气。只要那对母女在，危险就不会消除。出院那天，小姑子冯丹来了。他一脸嫌弃地看着我：“王宇，你真是娇气。我们农村人生了孩子几天后就干活了，你还花大价钱请月嫂。”我看向他，难怪你这么显老，96年的看着就像69的。你，冯丹气得面红耳赤，想要发火时，婆婆朝他使了个眼色，他马上闭嘴了。回家之后，吴阿姨就忙碌了起来。她给我炖了滋补的鸡汤，又给孩子做了些抹红屁股的紫草油。
如果没有婆婆与小姑，应该是岁月静好的。那两人一直站在阳台上窃窃私语，时不时瞄一眼卧室，像是在预谋着什么。我警惕地望着门外，马上拿出手机，下单了几个针孔摄像头，让他们用快递袋包装，马上送来家里。傍晚的时候，趁着他们出门，吴阿姨在主卧给孩子洗澡，我悄悄地把摄像头安装在了厨房、客厅、次卧几处。到了晚上，我听见了他们的对话。冯丹，妈，你看他那副样子，根本比不上刘红红。我大哥怎么娶了她，连个儿子也生不出来。婆婆，本来想着去母留子，既然是女孩，那都不用留了。冯丹，我们说好了的，到时拆迁房可归我。婆婆，行，只要我们冯家能逃过这次大劫，一套房子算什么？他们说到这里就关了灯睡觉了，随后就响起了呼噜声。我久久不能平静，辗转难眠了很久，我才迷迷糊糊睡着。快要天亮时，手机忽然震动起来，失联好多天的老公打来了电话，我迅速接了起来。冯刚，电话那头杂音很多，隐约能听见他的喊声。他说终于收到了我发的消息，问我和孩子怎么样，说是这些天忙完了就能回来了。电话里含糊不清，几句对话也断断续续。我追问她婆婆和小姑的事，冯刚惊讶极了。他说他拜托的是老家的婶婶过来照顾我，根本不是他妈和他妹。他说曾经因为拒绝家里说的亲事，和他妈闹得很严重，母子俩一度断绝了关系。结婚这些年，他也没回去过，怎么可能让他妈过来伺候月子呢？我震惊了，原来他妈是自己来的，都那么一圈子，就是为了要我的命。我问冯刚，你妈是你亲妈吗？冯刚说，是啊，我妈早年守寡。小雨，你小心一点，我妈脾气不好，我怕她给你委屈受。之后的话我听不清了，因为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。何止是受委屈，前世因为他妈的到来，我和女儿的命都断送了。我一字一句对她说，没关系，我会照顾好自己和孩子，我们等你回来。她有她的责任，这是自从嫁给冯刚第一天就清楚的事情。她在外保护大家，我在内保护小家。身为军嫂，很多时候是无助的，但也必须要坚强。上一世是我不够警惕，但现在那些惨痛的事不会再发生了。砰砰砰，房门忽然响了起来，一个熟悉的女声传来：王姐在家吗？来人是拆迁办的办事员，是来跟我确认搬家时间的。我们这个小区就要拆迁了，邻居几乎都走了。我因为坐月子，事先跟他打过招呼，说会晚一点搬走。我们在卧室聊了一会儿，明明关着门，小姑子冯丹却借着送水的借口进来了2次。听见拆迁的事，她眼睛一亮，闪着贪婪的光。我陷入了沉思，一个念头从心里升腾而起。说起来，冯丹这人脾气暴躁，一冲动，比起老奸巨猾的婆婆，倒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。她去年离了婚，带着儿子寄居在娘家，对房子有着近乎变态的执念。我决定先离间她，房子就是诱饵。第2天，婆婆出去买菜了，冯丹在阳台上晾衣服。我接了一通电话，啊，你要转让啊？时间这么急，怕是卖不出好价。放下电话后，冯丹紧盯着我，你说什么低价转让？哦，有个邻居生病急需用钱，拆迁房不想要了，转让协议都写好妥托给中介了。多少钱？不多，就是他买房的原价，15万。我一口气喝完了碗里的鸡汤。冯丹咬了咬下唇，想说什么又止住了。午饭后，监控里母女2人在小卧室争吵了起来。冯丹说，那邻居是个傻子，拆迁送的那套房子可是学区房，
居然15万就给卖了。你想说什么？也才15万啊！你借我些，我直接买下来多好啊！婆婆骂她：你打起了我的主意，我能有几个钱？妈，我是觉得没必要杀。婆婆厉声道：这女的留不得，你别犯傻，把事情办妥了，1分钱不用花，房子就到手了呀。冯丹沉默起来，对于他来说，15万想必不值得费尽心力去杀人吧。后来他趁着婆婆不在，一无意地试探我：那邻居转让的房，现在有人要吗？我点头，有5、6个吧。他说谁先给钱我就给谁。冯丹咳了一声：王宇，要不你去帮我问问，钱可不可以缓一缓给？我为难地看他一眼，不太合适，邻居就是急着用钱才转让的。冯丹急了，他开始疯狂打电话借钱，不过似乎没借到。说来也奇了，瞌睡时枕头递来了。第2天早上，冯丹兴冲冲地拿了一张名片进来，在屋里打了通电话后，跑进卧室对我说：15万凑齐了，王宇你帮我约中介。对了，别告诉我妈。我应了下来，背过身我就笑出声来。我是没想到他居然贪婪到了这种地步，为了这套房子，那种钱他都敢去借了。那张名片是一直贴在我家门外的，上面写着低息贷款，它的利息算法很复杂，表面上看着低，但那里全是坑，不是专业人士看不懂的那种。之前小区有个赌博男就被骗过，借了10万，短短1年，利息利滚利到了70几万，掏空了父母才还上这笔款。这些我是一个字也不会提的。当天，冯丹就和中介签了协议，付了款后，美滋滋地拿了合同回来。他明明再三强调不准我说，可是自己却怎么也憋不住。第2天就拿出合同炫耀起来：妈，你看，我也是有房产的人了。婆婆脸色一变：你说什么？那么个简陋的事，不要的是傻子，你哪来的钱？婆婆咆哮起来：你几斤几两我不知道啊，身上怕是1万块都拿不出来。母女俩大吵起来。我回了卧室听着热闹，顺手给自己兑了杯奶粉，挺好笑的。他们居然只顾着吵架，连合同也不仔细看。冯丹确实靠网贷得了套房产，但只是1楼一个10平米的车库房啊，虽然也属于拆迁范畴，但这种房子涨幅不大，也就只值10几万，要不然别人也舍不得卖。这合同尾页标注得清清楚楚，冯丹应该是太迫不及待，所以忽视了。如果他心术真没有贪念，就不会进这个坑。当天晚上，冯丹和婆婆大闹一通后，收拾行李连夜回了老家，说是要处理好那边就搬过来。临走时，她甩下一句：你就是想利用我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婆婆气得又是捶桌子又是骂街，碗都砸碎了几个。我算是暂时瓦解了婆婆的势力，她少了帮凶，应该好对付一些了。可过了2、3天后，我才知道婆婆还真是个顽强的狠人。冯丹离开后，她只消沉了短短2天就重新恢复了斗志，这一点从她抿得紧紧的嘴唇和闪着凶光的眼神就看得出来。不达到目的，想必她不会罢休了。她下一步会做什么，未知。但是我已经和之前的自己不同了，我现在除了照顾孩子，全部注意力都用来监视他。我势必要抓到他的把柄，要不然日子过不安稳，如同埋了一颗定时炸弹在身边，随时会炸。月子20天的时候，他终于行动了，目标不是我，而是吴阿姨。那天中午，我家忽然来了2个警察，说有人打电话报警，说月嫂偷了东西。我当时愣住了，觉得过于可笑了。现在谁家还有东西可偷？钱都在手机里，全身上下连个现金都翻不出来的。
吴阿姨急得使劲掏自己的包给警察看，天地良心，话可不能乱说，我怎么可能偷东西？我婆婆呵斥起来。我洗菜的时候就把金戒指放在窗台上的，一转眼就不见了，不是她拿的还是谁？她说完就跑进客厅一通翻找，把吴阿姨带来的旅行包、临时的床铺翻得乱七八糟的，最后从被子里面抖出了一只缠了线的金戒指。看，就是这个，我戴了10几年了，被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偷了。他激动的脖子上的青筋鼓胀起来，警察同志，快把他抓起来！说话要有证据呀！我什么时候偷你戒指了？我一直就在卧室里带娃。吴阿姨眼泪都要出来了。他们2人争吵起来，一个说偷了，一个说没偷，声音大的能震破房顶。警察自有一套审讯原则，当即要带他们去派出所问话。正要出门的时候，我抱着孩子走出来，请等一下。众人看向我，吴阿姨的委屈悲愤，婆婆的厌恶，警察的同情疑惑尽收眼底。婆婆骂了我一句：“你出来做啥？进去！”我还做得了这个家的主，我没搭理她，径直对警察说：“吴阿姨没偷东西。”你放屁！婆婆冲过来就要推我进屋里。警察把他拉开了，我皱着眉，从兜里拿出一枚金戒指，这才是你的戒指。生完孩子后，你说这东西给孩子，所以送给我了，怎么就忘了呢？我又上前拿起吴阿姨那一枚，这一枚是吴阿姨自己的。你们看，上面线的颜色不一样，大小也不同，不信你们对比一下。婆婆阴沉着脸抢了过去。看了一下后，抿紧了嘴唇。狗屁！你瞎说！这戒指你根本套不进去吧？你手指那么粗，你今天是不是又没吃药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我转过身对警察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婆婆老年痴呆，病了好久了，她记不住事。”婆婆怒了，拉过警察想要狡辩，但是警察拦住了她，说了一些家和万事兴。有病就去看的话后离开了。警察走后，婆婆大发雷霆，在厨房里摔锅砸碗一阵折腾。我懒得理她，拉着还有些蒙圈的吴阿姨进了屋。吴阿姨急急解释：“我真的没偷，我是被冤枉的。我知道。”我按住她的肩膀：“我婆婆就是故意的，她想赶走你，所以找了这个理由。”我早从监控里看到了她把戒指藏在吴阿姨枕头下的举动，所以利用自己的一枚戒指提前调了包。你婆婆为啥这么心狠呢？吴阿姨都惊了。我摇了摇头，说实话，她为啥这么狠我也不是太清楚，不过估计也快知道了。吴阿姨说她受不了这个气，心里堵得慌。我向她道歉，请她留下来帮我。我现在孤立无援，只有靠你了。吴阿姨心疼地看着我，好半天才说：“你也不容易，你和我闺女差不多大呢，我再多待些天吧。”吴阿姨说：“这么多天来，她也看出我的艰难了。婆婆和小姑对我的态度那么恶劣，她再走，就真的没人管我了。”这句话让我心里一酸，差一点就落下泪来了。所谓的亲人想要你的命，陌生的人却在怜悯你，这多悲凉！安抚好吴阿姨后，我为了奶哄着孩子睡觉了。周遭很安静，可是思绪不平。算起来，那些人也该行动了。此后的2天，家里的气氛格外诡异。经历了前2天的冲突，吴阿姨警惕得如同备战状态，像防贼一样戒备着婆婆。我嘴上不说，也密切观察着她。几天后的傍晚，也就是我即将满月的前一天，家门被砰砰地拍响了。吴阿姨刚打开门，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就冲了进来。她闷头冲进来，跑进厨房，端起装凉水的罐子，一口气喝了一半。这时我们才看清，这人是原本回了老家的冯丹。
她此时狼狈得像个乞丐一样，头发一股一股地贴在头皮上，衣服上全是污渍，身上散发着浓烈的臭味。婆婆听到动静，从房间里跑了出来，惊中带喜：“小丹，你回来了。”冯丹直勾勾地瞥了我一眼，没说话。后来过了好一会儿，才嗯了一声，问他妈有饭没有。婆婆喜滋滋地跑去做饭，一海碗面条，冯丹吃了个精光，汤都喝完了。这架势就像好几天没吃过一样。平时尖酸跋扈的她，这次回来老实的跟个闷珠子似的，实在怪异。我猜测，怕是那伙人打电话去要债了，或者追回老家了，所以她一害怕才跑回来的。很快，我的猜测得到了证实。冯丹的手机一直响个不停，她没接，迅速掐掉了，最后还关了机。婆婆问起后，她说就是那些网络诈骗的。她变得神经兮兮的，听见敲门声会特别紧张，马上躲进屋里。这种状况大概持续了一天，然后我就收到了一条陌生人发来的短信：“冯丹是你家亲戚吧？他欠债不还，劝他把钱还了，否则我们只能上门来讨债了。”我直接把我家地址发了过去，附带一句：“来吧，我都收到短信了。”自然而然，他妈很快也发现了，她阴沉着脸询问冯丹。冯丹先是支支吾吾：“妈，网上诈骗的，专门骗你们这种年纪大的。诈骗。”婆婆不太相信，我晃了晃手机，我也收到了。冯丹，你在外面借了钱就还，别惹到家里来。冯丹脸色一变，一副要骂我的语气，但最终抿紧了嘴唇，拽着他妈就往屋里拖。两人先是窃窃私语，后来声音越来越大，似乎吵了起来，隐约能听见帮忙还钱、疯了这样的字眼。之后房门被重重的一摔，婆婆开门出去了。我查起了监控，才发现冯丹一进小卧室就跪下了，求他妈给他还债呢。原来那伙人已经通知他还这周的利息了，短短的1周多，利息就5万多了。婆婆听了大骂，说要去找他们算账。冯丹做事拦了2下，没拦住，就像鸵鸟一样缩在屋里了。当然，婆婆找了一圈，自然也没找到人。回来的时候，她坐在饭桌旁开始骂人，先是骂女儿不听话，后来把怒火转移到我头上。要不是某些人忽悠你买房，怎么可能借那种钱？我在里屋懒得搭理，慢悠悠地给孩子擦脸，顺手捂住了他的耳朵。他骂了几句后，气愤不平，开始砰砰地拍我房门，嘴里不干不净的说我是丧门星，坏了他家的风水。我听得无语了，砰的一声打开门。首先你搞清楚一点，这是我家，风水也是我家的风水，你们只是客人，还是不受欢迎的那种。你忽悠我，打断他，房子是你女儿要买的，钱是她在外面借的，你搞清楚再说话。我可是冯刚的。我再打断，别拿你养育冯刚来说事，他是他，我是我，我是孤儿，是国家养的，没吃你家半颗米，报答不到你头上。可这房是我们冯，我呵呵，你去打听一下，这房子是不是我的婚前财产？最后我冷冷看着他，还有，这房子马上要拆迁了，你们趁早找地方走人，要不然到时赶你的就不是我了。说完后，我砰的一声关紧了门，任凭他在外面骂骂哭喊，也不搭理了。等到吴阿姨买菜回来，她已经在客厅哭喊老半天了。吴阿姨一脸紧张地进了我房间门：“你婆婆怎么了？又发疯了？”我瞥一眼门外，没事，哭着哭着，外面没声了。没过多久，冯丹就跑来敲我的门了，说有事找我谈谈。这一次他软言细语：“嫂子，好嫂子，你就看在我哥的面上，帮帮我吧。”他哀求了很久，眼泪鼻涕流了一脸。
和前世的嚣张跋扈、冷酷狠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以前是我不懂事，我错了，你打我好不好？我给你跪下行不行？以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我什么都听嫂子的，除了你没人帮我了。呜呜，我离婚了，啥也没有，娃也还小，我们农村的不宽裕，我没办法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他说的没错，他们是不宽裕，可是这些并不是贪婪的理由，更不是杀人的理由，农村可不背这个锅。最后，我在他声音说到嘶哑时站了起来。不行，你说什么？他愣了一下，我定定看向他，我不会借你，自己做的事自己承担。话音刚落，大门就被砰砰地拍响了。我示意吴阿姨去开门，门口站着2个穿着黑西装、5大3粗的男人。冯丹在吧？躲在一旁的冯丹听见了，吓得就要往小卧室窜，还没溜2步，就被人家眼疾手快拽住了。2人恶狠狠地警告起来：“冯丹，你躲是没用的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这3天再不给钱，我们只有卸了你这胳膊。”冯丹吓得一个劲地哭，婆婆也从卧室跑了也来，呵斥那2人放开女儿。2大汉笑了起来，还了钱马上放，做人要讲道理是不是？婆婆抿紧嘴唇，恶狠狠地盯着他们。我原本以为她会冲上去呢，谁知道她急得跳脚，也没胆量冲上去。冯丹开始嚎：“你们找我嫂子啊？她有钱，让她帮我还。”我摇头，她一直喊我祸害丧门星呢，这事我管不了。她不是有妈吗？你们找她妈。我这句话带了十足的讽刺，源于这对母女曾经当着我的面说：“你就是没妈教，没有妈的人是不行啊。所以你有妈，找你妈去吧。”这一天，我家客厅非常热闹，哭的哭，喊的喊，最后追债的2汉子打了冯丹几耳光，离开了，说3天后再来。他们只是要钱，但并不是要命。死缠烂打加威胁逼迫是他们的惯用手法了。晚上，小卧室里漆黑一片，母女2人水米未进，坐在里面阴沉着脸，仿佛丧家之犬。但我知道，这种灰暗与恐惧更能激起他们的战斗欲，他们很快会行动了。吴阿姨警惕地看了好几眼，进了我的房间。小王，这2人感觉有点问题，确实有问题。我往门外瞄了一眼，我过几天就要走了，你这一个人可怎么办呀？他们是月子公司派活，中间的衔接时间很紧凑，原本满月就要走，是看在我确实困难的份上，他才延到了40天。我低头看了一眼手机，没事的，孩子他爸爸后天就要回来了。刚刚冯刚给我打来了电话，说自己已经回国了，但有点事情要耽误1天，后天晚上就能赶回来。听到他的声音，我心里有了底。这段时间，我不仅警惕着婆婆和小姑，也担心冯刚。我是在大学快毕业时认识他的，当时他来母校看望老师，正巧遇到我去老师办公室里搬书，我们在老师的介绍下认识了，对彼此产生了好感。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名维和军人，从认识到结婚已经5年了。我能见到他的日子屈指可数，他总是在路上，辗转于各个战乱国家，有几次身陷危险，差点连命都没了。可是冯刚从没有过一丝一毫的后悔，他总是说是有太多的同胞身陷危难，在我还有能力的时候，我想拼尽全力，他保护着大家，所以我会做好他的后盾。当天晚上，手机提示异常响动，我打开了监控，里面传来的一段对话让我彻底寒了心。果然，毒蛇不论到了何处，都是毒蛇。我悄悄喊醒了吴阿姨，给她听了那段对话，她听得脸色惨白，好半天才反应过来。你打算怎么办？等他们动手？我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，
吴阿姨，你愿意帮我吗？”她紧张地看着我，用力点了点头。帮。吴阿姨说，她看见我时，总想到自己的女儿。如果她的孩子遇到大难，倘若也没人帮，那该有多凄惨。这一晚，我们一夜未睡，无论是卧室里的我，还是客厅里的吴阿姨。天亮之后，冯丹匆匆出了门，一直到11点才回来。他看向他妈时，脸上带着一闪而过的笑意。中午，吴阿姨给我熬了鱼汤，她用了点猪油，将鱼煎得两面黄后，端起桌上的水就往锅里倒，最后熬成了一锅浓白的鱼汤。她倒了一碗，用托盘端着让我喝，我咕嘟咕嘟喝了个精光，然后照常喂奶。吴阿姨端着空碗出来时，正在吃饭的冯丹忽然咦了一声：“桌上那碗水呢？”吴阿姨说：“用了呀。”冯丹尖叫起来：“用来干什么了？做饭呢？”吴阿姨一脸懵。冯丹抓住了吴阿姨的胳膊：“你是用那个水熬的鱼汤，可里面我妈加了百草枯啊，我们打算用来除草的。”吴阿姨脸色惨白：“百草枯？”婆婆扔了饭碗，抓住吴阿姨就骂：“你怎么能用这个水给岳母子喝？你想害死他们呢？”吴阿姨拽回被扯歪的衣袖，一脸惊恐：“我没有给王宇喝呀，那碗水我倒来蒸饭了，怎么你们吃上了？”这话一说，冯丹和婆婆傻了眼，两人愣愣地站了原地。原本两人是想演戏的，可是演到一半，发现自己才是受害女主角。片刻后，他们狂冲向厕所，挖着喉咙哇哇地吐了起来。快打120，快呀！冯丹哭的声音都快撕裂了。我马上拨起了电话。吴阿姨说：“我听说这种要灌泥水，灌了就中和了，百草枯就能失效。”她挖了花盆里半盆泥，浇了些水，就给那对母女灌。吴阿姨动作很利，端了盆子就往嘴里兑，他们也挺配合，两人像吃药一样狼吞虎咽。折腾了老半天，搞得脸上身上全是泥水后，救护车终于来了。两人又哭又喊，求医生救命。送他们上救护车时，一旁的吴阿姨低声说：“应该没事吧？不都吐出来了？”冯丹声嘶力竭：“怎么可能没事？你们不清楚百草枯是什么东西吗？只要一口就能让器官衰竭，肺变得纤维状，像塑料一样，人活生生的憋死。”婆婆也哭：“作孽呀！那么一大瓶啊，这下活不成了，这可怎么了得呀？”我在一旁听得很认真：“你们倒是挺懂的，这么专业的知识也知道。”当然，我百度过，而且……冯丹说了几句话，迅速闭紧了嘴，翻身背对着我，不吱声了。一路上，两人呕吐了好几次，把医生护士折腾了个够呛。好不容易到了医院，两人被推进了抢救室。抢救室门口，我和吴阿姨对视一眼，两人都笑了。他们以为我只是想陷害他网贷，不，这些不足以惩戒他们。杀人犯就必须得到惩罚。我故意激他，用最犀利的语言，这样他们才能更快行动，我才能找到他们杀人的证据，好把他们送进去。虽然冒险，但长痛不如短痛。我不能留着这2颗巨大的定时炸弹在身边。半个小时之后，化验结果出来了，两人的胃里、肠子里全是泥，根本没有百草枯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根本没有中毒，吃的就是普通的米饭。他们被从抢救室里推出来时，冯丹激动地说：“我肯定买到假药了，真好。”婆婆眼睛里闪着幽光：“医生，你们给我儿媳检查一下，那东西估计被月嫂弄在鱼汤里了。”吴阿姨说：“熬鱼汤的时候，我用的是不锈钢盆子里的水，我知道你用的那个，我就是倒进那个盆子的。”婆婆说到一半时，猛地闭紧了嘴。我直勾勾地看着她：“你知道吴阿姨要用那个盆子里的水，
所以在里面兑了百草枯。他马上否认，神色很慌乱。我晃了一下手里的手机，刚刚的话我全都录了下来，也报警了。有什么就和警察解释吧。这时的两人还很嚣张，觉得是我冤枉他们。几分钟警察到来后，他们立刻傻眼了，因为我交给警察的除了刚刚那段外，还有他们在小卧室密谋，以及厨房里婆婆倒药的视频，甚至还有冯丹购买百草枯的发票证据。在婆婆和小姑被警察带走的时候，婆婆叫得声嘶力竭，等我儿子回来，我要让他和你离婚。我好心告诉他，他马上就会回来了。当天晚上，我和吴阿姨回了家里。这是1个多月以来我过得最清静也最有安全感的一天。我安安心心抱着粉嘟嘟的女儿，亲吻她光滑的额头，闻着她身上的奶香味。这一刻，我才能确定，饥饿与死亡是真正的远离我们了。吴阿姨问我：“你老公回来了，会不会找你麻烦？那毕竟是他的亲儿子啊。”我犹豫了一下，摇了摇头。我对他是有信任的，可是万一他信他妈呢？如果真那样，那就跟他妈过去吧。我笑了笑。冯刚回来了，但他没有回家，他打电话回来，让我马上去公安局，声音听起来怪怪的。我让吴婶在家里看孩子，自己打了个车就去了。去了之后，我才发现冯刚身上又多了一些伤，额头处缝了几针，手臂骨折了吊在胸前，脸色看起来也很苍白。我冲过去，从上到下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，心疼地说：“你还好吧？这一次回国以后，能不能不去了？”他表情略有些冷漠，这句话都快成你的口头禅了。我心里忐忑，走，去看看你妈吧。我们很快在见面室里见到了婆婆，她坐在桌后，看我进来时一脸厌恶。看到冯刚，激动地站了起来：“小刚，小刚，你回来了！我和你妹被你的毒妇害惨了呀！”冯刚定定地看着他：“你说什么？毒妇？他骗你妹网贷，还说我们下毒。小刚，你快跟警察说说，放我们出去吧，我们是冤枉的呀！”冯刚缓缓摇头，说了一句让我也让婆婆震惊的话：“小雨不是毒妇，有毒的是你们。小刚，你疯了吗？我是你妈呀！”婆婆骂了起来：“哪里找不到女人生崽，她就生了个女儿，不配进我们冯家。妈，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叫你妈。你知道我这次为什么来公安局吗？”冯刚声音低沉。婆婆愣了一下：“什么？我前天就回国了，然后连夜回了趟老家。我找了刘红红，她全都说了。”婆婆嘶吼起来：“什么鬼人证？你不要瞎说！”两人激烈地争吵了起来。在他们的话语中，我明白了婆婆杀人的动机。她守寡多年，对儿子和女儿都有着超长的控制欲。冯刚拒绝了老家的亲事，和我在一起，让他颜面受损。结婚前我们回过一次老家，婆婆一点好脸色没给我，还说了很多难听的话。冯刚护我心切，带着我就离开了。这么多年，除了偶尔打次电话寄些钱，也没回去过。婆婆十分恨我，在她心目中，我是抢走她儿子的人。后来冯丹的男人出轨了，和她离了婚。那男人心眼多，冯丹等于净身出户。在冯丹日复一日的埋怨下，她心里更加扭曲。后来偶尔遇到了一个算命的，那人说我是冯家的克星。算命的说，只要我在，母子亲情会越来越浅薄，儿子、女儿也没什么好下场，只有我死，冯家才能回到正轨。所以在我产子最虚弱的时候，他和冯丹千里迢迢来杀我了。几个人证我都带过来了。冯刚说他们正在录口供。婆婆呆呆地看着他，嘴唇张开了，半天也没合上。好半天，她蠕动着嘴唇：“小刚，小刚，你是我亲儿子啊！”
妈妈守寡那么多年，把你们带大，你心这么狠呢？现在是王宇欺负我们呢，他骗了你妹，还害了我们，他们现在啥事也没有啊。小刚，妈就是一时糊涂，你去找警察说说，放我们出去好不好？冯刚深吸一口气，如果那碗百草枯水被小雨和孩子喝下，母子双亡呢？对不起，我不能原谅。他说完后，牵着我就走。我侧头看他，正好与他的视线交汇，他眼底全是决绝，好半天才说：“小雨，我以后只有你了。”这一刻，我忽然意识到，冯刚什么都知道。我是冯刚，上一辈子我的妻子和女儿死在了月子里。我没看见他们的尸体，因为当时的我也快死了。这原本是我最后一次撤侨行动，等完成了，我就可以回家。可就在我们带着同胞快抵达目的地时，有2个人走散了。我带了人去寻，才发现他们遇到了叛军袭击。当时的情形太混乱了，谈判不成，叛军驻地就被炸弹轰了。我用最后的力气推开2位同胞，身体一阵灼热，眼前一黑，晕死过去。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发现周遭全是尸体，我也双腿锯断，身体多处枪伤，我活不成了，死在抢救同胞的战场上。我死得其所，可是很遗憾，我快死了，却没能再见老婆孩子一面。我摸索了很久，拿出手机拨打了小雨的电话，不知道按了多久，手机有了微弱的信号，电话接通了。接电话的却是一个陌生的女人。她说：“你是死者的家属吧？他和孩子的尸体现在冻在殡仪馆。”当时我捏着电话的时候，一枚炸弹正从5米处呼啸而过，几个奔跑的难民倒了下去，尸体支离破碎。为什么小雨和孩子会死？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。火光中，手机滑了下去，落在了血肉模糊的腿上，连痛的感觉也丧失了。我抬头看着天，月亮很圆。曾经我们约定好，月圆的时候就能见面，我们一家3口马上就要团聚了。再次醒过来，我又出现在了带队奔往大本营的路上。我震惊了，仔细检查了一下，全身上下没有伤口。原本死在了袭击中的2位同胞也好端端地站在面前。他们说：“冯队，我们去后面上个厕所，马上追上大部队。”我迅速看了一眼手表，发现我回来了。我回到了他们走散前的那个时刻，我马上呵斥起他们来，不准去。可是我内急，原地解决。我骂了起来：“什么时候了还讲究这些？命重要还是屎尿重要？”这一次，我们在叛军来临之时逃出了袭击区域，这附近有不少信号干扰器，打回国的电话十有8九是打不通的。路上，我发狂地联系大本营的朋友，想让他们想办法联系小雨。算算时间，小雨就要生了，我根本没有办法赶过去。之前委托了老家的婶子，可这会儿连人都找不到了。大本营给了回应，说他们已经在联系国内工作人员了。2天后，我得到了新的消息，小雨生了个女儿，母女平安。他们也帮着联系了一位月嫂。我终于放下心来，在我带着同胞朝大本营前进的6天5夜里，我们又遭遇了几次袭击，有同胞死在了路上，也有战友牺牲了。我也受了轻伤，手骨折了，但这些比起死亡来说，已经足够幸运了。在接近大本营的那天凌晨，我终于拨通了小雨的电话，他的话让我警惕万分。难道前世的凶手是我的母亲和亲妹？我不敢相信，但又不能忽视，所以挂了电话后，马上与大本营的朋友联系，让他和月嫂取得联系，随时了解我家的情况。我叮嘱得十分急迫，以至于朋友笑话起我来：“你这也太离不开媳妇了吧？等你回国，
以后天天你一块得了。我真希望能有这样的机会，我希望我能活下去，但更希望小雨和孩子安然无事。此后，我经历了黑暗的半个多月，我们终于逃到了大本营。但当晚，大本营遇到了炮火的袭击，只能连夜撤离。登记资料，起飞又遇到了诸多困难。在领事馆、国家的全力保驾下，同胞们终于坐上了归国的飞机。我归心如箭，但还要留在当地处理一些紧要的任务，所以又耽搁了几天。国内的消息时有传来，我妈在家闹事，冯单网贷欠了一屁股债。直到回国那天，我家出事了。在确认没有生命危险后，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去老家找证据。我想知道事情的真相。前世，小雨和孩子不会无缘无故的死，这一世，他也不会无缘无故的反击。在得知我妈的阴谋之后，我煎熬了整整一夜。最后，我决定带上证人，还小雨一个真相。这是我欠他的，也是我妈、我妹应得的。罪恶之人，最终要得到惩治，无论他是谁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。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